在 HiFiMan 的产品线当中，产品命名具备了一定的沿袭性，比如从 Arena 到 Arena 隐形磁体，再到 Arena Nano，从 Aya 到 Aya Organic，再到 Aya Unveiled，这与我们常见的一代、二代、三代命名方式是不一样的。HiFiMan 更倾向于通过型号来直接体现其产品特点。但是如果说您之前没有接触过 HiFiMan 的耳机，那么这个命名逻辑是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尤其是新品与旧款并行销售的一个局面之下，您不知道哪个是新品，哪个是之前的老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办法进行判断，那就是看价格，最低的是一代，然后高一些的是二代，价格最高的就是最新一代了。HiFiMan 从 H1000 到 H1000 VR 再到 H1000 SE， 现如今我们迎来了最新的 H1000 Unveiled。H1000 系列一共历经了4代演变。H1000U 这款产品的实际表现，在 HiFiMan 以往的产品当中是很难见到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说一下。具体来说，我们原生态的几个门店都出样了这款型号，到目前为止不敢说100%，但是试听之后的满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存在，比起之前的产品有了很大的一个区别。比如 Aya 的 Organic， 之前就有朋友说声音的重心不稳，听起来没有落地感。当然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周边搭配来寻求解决。还有 Satsvala 系列受限于价格与夸张的前端需求，所以也不能够让所有试听的朋友都感到满意。而 H1000 Unveiled 的试听反馈着实是有一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的，进而导致就是成交率特别的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到底是米饭开窍了，牙膏挤多了，做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还是 H1000 Unveiled 的综合实力让大家感觉到满意？亦或者是这款耳机对于前端的要求大幅降低？大家好，我是小甘，本期视频我就对这款最新产品来做一个彻底的分析。首先，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Unveiled 的这个技术。HiFiMan 这些年来做了不少的新概念，比如纳米振膜、突破振膜、隐形磁体等等。其实对于我们用家而言，我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到实际的听感。如果一个产品的实际表现不尽如人意，那么这个技术说的再好也没有用。比如之前人所谓的突破振膜就是如此的。而这一次的 Unveiled 的技术，我认为对于 HiFiMan 而言可能是一次突破。原因就是就这个前后差异而言，也就是 H1000U 至于 H1000 SE，HiFiMan 完完全全可以用一个全新的型号来命名了。之所以还沿用 H1000 系列，可能一是想保持 Unveiled 的统一性，因为 Unveiled 目前有3款产品；二是 H1000 SE 的余威犹在。HiFiMan 为了更好的市场表现与产品体系，所以就沿用了 H1000 这个型号体系。这个 Unveiled 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增大耳机单元背部的开孔，改进耳机单元的通风效率，把开放式耳机的开放程度提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准。如果大家注意过的话，就会发现之前的 H1000 SE、Satsvala 这些产品在金属格栅里面都是有一层黑色的网罩的，而到了 Unveiled 之后，这一层网就被去掉了。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开放式的，但是开放程度不同。这一层网去掉了之后，我们几乎可以理解为 HiFiMan 是将整个耳机单元暴露在空气当中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配送了相应的保护盖。那么这个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声音改变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声场。其实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同价位上面，开放式耳机的声场是比封闭式耳机要来得更大的。原因就是开放式耳机可以让声波畅通无阻，没有被腔体反射或者束缚的干扰。这种开放设计让声音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空间感，呈现出一种通透且立体的音效。对于封闭式耳机而言，由于其腔体结构的限制，声波会在封闭空间内产生反射，这种反射不可避免的会对声音造成影响的，比如增加一些共鸣或者说混响。这两种耳机选择方向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去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在办公室、图书馆、旅途或者说日常通勤之类的，注重隐私，那么说建议封闭式。反之，如果说为了更加自然、更加广阔的音色，那么我会毫无保留的推荐开放式耳机。如今大多数的头戴耳机品牌，除了静电以外，都同时拥有封闭与开放2条产品线，比如 T1 与 T5、HD800S 与 HD820、ADX5000 与 AWKT、Utopia 与 Stenia 等等，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用家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
好，这里扯远了，我们回到 H1000U 上面来。由于 Unveiled 的设计，所以这在理论上可以让声波不受阻碍的自由前行，这让 H1000U 的声场表现已经逼近了旗舰 Suswara 的水准。某种程度上 ，HiFiMan 的理念就是悬挂2个彻底裸露的单元放置在我们耳边，将一切阻挡声波行进的物体消失于无形之中。H1000U 还有一点是会让大家感到惊奇的，就是这个振膜的厚度之薄。可能是目前市面上的这个 No.1 级别了，这个振膜的透明度非常的夸张，以至于可以透出耳机另一面的光线。这个片段大家一看就明白，在我的印象里面，能有这么高透光率的振膜 ，H1000U 算是头一个。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设计，所以对于我们日常的收纳存在一些要求。大家不听的时候，可以用附赠的2个盖子盖一下，防止灰尘进入。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了。接下来我们聊聊佩戴感与附件。佩戴感上，我认为没有什么好吐槽的，因为无论是透气性还是重量，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如果说您接触过之前的平板耳机的话，想必对于之前那些产品的重量还留有深刻的印象。说一句颈椎锻炼器也毫不过分。最典型的就是 LCD4 还有1266。H1000U 的重量是450克，比起 LCD4 的690克是好了不少的。同时，由于优化的头梁结构还有耳垫，整个的佩戴体验几乎可以与静电耳机相媲美了。当然了，比起铁三角的 ADX 大风扇系列来说，还是要略差一些，主要是差在重量上面。但是就平板耳机而言，我认为已经是非常好的佩戴体验了。附件方面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万年不变的线材与包装，说一句传家宝也是毫不过分的。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还是推荐将这个线材去进行一个升级，因为虽然 HiFiMan 给了我们3根线，但是它偏偏没有给4.4口的，这对于我们日常的使用特别不便。好在耳机端的母座是通用性最强的双3.5接口，这方面还是要给一个好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说说 H1000U 的声音表现。对我而言 ，H1000VR 和 H1000SE， 如果说让我来挑刺的话，我是能够挑出不少的。虽然我们通过后期的搭配，或多或少的可以改善一些，比如耳放啊、线材啊、解码啊等等，对吧？但是如果说您不希望耗费过多精力的话，那这里就不太推荐 H1000VR 还有 SE 了。但是对于 H1000U 而言，这个声音我似乎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槽点，哪怕前端设备一般，也不会让 H1000U 出现恶声。这或许与 H1000U 本身自然且泛音丰富的特点有关，这让 H1000U 的音乐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展现。这个声音可以让人不知不觉的听很久，也不会有任何的听觉疲劳。H1000U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拥有一个规整的声音框架基础上，重点提升了声音的密度、氛围以及乐感。这里的密度是相较于空洞，氛围则是相较于平淡。乐感的话，在这里具体来说 ，H1000U 是具备一定弹跳感与起伏的。这种调教让声音不仅具备了技术上面的准确性，还富有情感表达的丰富性，这使得声音既真实又充满了生命力。声场 H1000U 的声场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声场的标杆，也就是 HD800S 了。大家知道 HD800S 在结构设计上是依靠2点来实现声场的一个构建的，一是全开孔的单元背面。虽然开放式耳机有很多啊，但是这种大面积开孔的设计并不常见的。HD800S 与 ADX3000都是这种大面积的开孔设计，这会让声场发挥得更加的出色。第二点的话就是内部空间，也就是单元距离耳朵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说您留意过的话，一定会发现 HD800S 的外壳是凸起设计的，是一个馒头型的。相对应的 HD6 系列或者我们今天说的 H1000U 都是平面的，是没有这个凸起的，这与 HD800S 的凸起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而这个凸起也对 HD800S 的声场起着不小的作用。再结合实际的视听表现，所以长期以来 HD800S 的声场我认为都是一个标杆。但是 HiFiMan 不一样， HiFiMan 因为是平板单元的关系，所以动圈耳机以往的经验在平板耳机上是没有办法去套用的。HiFiMan 是对振膜结构，也就是 Unveiled 的技术等等进行了升级，让声场成功的突破了传统的桎梏。具体来说 ，H1000U 的声场对比 HD800S， 不光是面积大了一圈，同时规模感也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声场大那么简单，在声场大的同时，还用充足的声音信息量去对这个音乐空间进行了填充，给到人一种宽广但是又富有包围感的音乐体验。
在我看来 H1000U 的编辑感就是非常淡的存在，这赋予了我们听众一种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如果对比自家旗舰，也就是 Sarswalla Unveiled 的话，同样的前端，也就是 DA1，两款的声场基本一致。但是，一旦切换到海德纳 300B 这种旗舰级的耳放之后，还是能在 Sarswalla Unveiled 上面感受到其所追寻的那种剧院感，这一点是 H1000U 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如果说您之前一直在用 HD800S， 对于 HD800S 的人声低频抱有微词，那么我相信升级到 H1000U 您不会感到失望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人声。在中频方面，如果您是听流行人声的话，那么 H1000U 某种程度上与 Sarswalla 是一个级别的，只是人声的表达方式存在风格差异。H1000U 的人声具备了更浑圆的口型和人声位置更靠前的一种处理方式。我相信，如果您对于齿音比较敏感的话，那么 H1000U 不会有这个烦恼。而 Sarswalla Unveiled 的人声是一种提鲜提亮，同时拥有出色线条感的人声。这会让人声显得比较的精致，从而带来一种所谓的毒性。与铁三角甜美、充满空气感的女声，或者 Stax 的细腻、清新的人声所不同的是 ，H1000U 的人声更多的表现为是一种具备厚度的风格，而不是刻意强调甜美或者清新的特性。它的人声表现当中带有一种稳重和凝聚力，人声线条饱满而且生动，更适合那些注重音乐整体平衡感和深度的音乐爱好者。H1000U 能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真实的呈现出来演唱者的气息还有情绪。这种风格可能不像铁三角或者说 Stax 那样独特，但却能在长时间的聆听当中，让人感觉到一种深层次的沉浸和满足。在高频的处理方式上 ，H1000U 与以往 HiFiMan 的产品也拉开了差异化。我知道有些朋友是受不了刺激的高频的，说不耐听、刮耳朵。最典型的就是自家的 H1000 SE 了。如果说与耳放搭配的不好的话，那就会出现这种局面，从而给人一种声音有断层的感觉，就是您听起来会感觉到缺乏一些一体感，整体衔接的不够自然。而 H1000U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个提升我认为是非常显著的。H1000U 的这个高频，就我的听感而言，可以达到95分。大家都知道，皮金属做的耳机单元，高音会比较的明朗。亮堂，有着水晶一般的高频质感，这是因为皮的物理特性所决定的，刚性高，音速快。而 H1000U 这么一款平板耳机，居然也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高频的延展性在优秀水准的前提之下，没有尖锐或者毛刺的情况发生，耳机的高频空间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制约。虽然没有皮单元那么夸张的华丽感，但是就我而言 ，H1000U 的这种高频反而会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逼真。如果说用一句俗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亮而不刺。在耳机当中用了皮元素的还有乌托邦。乌托邦的高音虽然华丽感十足，但是由于本身声场不是特别大的关系，所以声音上面的上盘空间并不能够给到人一种一览无余的听觉感受。具体来说，乌托邦的高频是一种更加集中的表达方式，是在你的头顶位置呈现出来的，而 H1000U 是扩散出来的，是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将高频以一种极为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高频的位置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得住的，但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我们的脑海当中。
在低频上，H1000U 的低频，我认为是一种在温暖、结实、澎湃的基础上，添加了一点点模拟味的低频。H1000U 的低频并非单纯的为震撼而存在，而是能够很好的引导和烘托音乐的氛围感。无论是慢板的爵士乐，还是宏大的交响乐，都能够给音乐提供一种情绪上面的支撑。看到模拟位，可能有朋友心里有点担心，那是不是就是糊歪了？大家请放心，这个低频不糊，低频轮廓是具备很好的清晰度的。但是我也相信，如果说 H1000U 的低频可以再瘦一点点，下潜可以再深入一点点，那么就可以拥有更强的打击感了。关于这点，或许通过换线可以得到改善。大家如果说有好的方案，可以告诉我，我去想办法来试试看。这里我们也不妨用奥迪兹的 MM500 这么一款专业级的后期制作用耳机来对比一下。MM500 也是一款平板耳机，两款耳机对比试听下来之后，可以感觉到 MM500 的低频明显要收得更快，某种程度上我们说是更加的准确也未尝不可，因为收得越快才会越容易的把握到音符。这种收得快的低频往往会有一个后果，就是泛音也会相应的减少。MM500 的低频凝聚力更好，更容易呈现出一个点状低频，而 H1000U 的低频扩散度很明显比起 MM500 在低频面积以及轮廓上都要大了一圈。关于这点我很难说是好是坏，是喜欢原始还是更钟情于热情有亮感的低频，关键还是要看您自己的口味。Snaking down your skin. Do you feel lonely? Do you feel blue? I'll rain too. Leaves dancing in the wind. Do you feel angry? Do you feel hungry? I'll rain too. Too. I'll rain too. Breaks in your broken world. They prey on the happy. Don't tell me I'm lucky. I'll rain too. 对 H1000U 的三频进行了分析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内容。我们或许可以构建一个评价耳机的模型，这个模型包含3个要素：素质、乐感还有推力。当然了，这里充斥了太多的主观因素了，但是展开讲就太啰嗦了，所以今天只是点到为止。我们以 H1000U 为例 ，H1000U 的推出可以说是一次令人欣喜的回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一些年来，我们经常提到平板耳机过于注重素质而忽略了实际听感的现象，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材料技术的不断升级与提升。但是以往平板耳机的特色，也就是以包围感、温暖性、低频为关键词的音色，似乎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如何在听感与素质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了每个品牌面临的核心挑战。
客观来说，在 H1000U 推出之前，Hi-Fi Man 也没有完全的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一次 H1000U 成功的在自然舒适的听感与高素质的表现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在我们构建的这个模型当中，还可以加入另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推力要求。拥有素质与听感的典范无疑是 Saswara， 但是 Saswara 对于推力的要求极高，存在一定的门槛。而 H1000U 在驱动力上面就没有 Saswara 这么严苛的要求了。我始终认为素质是耳机设计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素质的提升往往意味着耳机具备更大的潜力，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多的可玩性和调整空间。H1000U 的价值在于它并没有为了追求高素质而牺牲听感，而是让耳机在技术与音乐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平衡点。对于那些既追求高音质又希望能够长时间沉浸聆听的朋友们来说， H1000U 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组合搭配。在 H1000U 的组合搭配上有2套系统非常合适，一是 Hi-Fi-Man 自家的高登 GA10，这款设备是一台纯耳放。如果说您之前是随身玩家，手头您有一台播放器，那么 GA10是非常值得考虑的。我们通过一条 4.4 到 XLR 的线材，开启播放器的 9out 与 GS 进行连接就可以了。由于胆管的一个加入，所以 GS 下面的 H1000U 会变得更加的柔和和细腻。二是运龙的 DA1，如果说您不想玩播放器，家里有 Pad、电脑、手机这些设备，那么我们通过一条 USB 线就可以进行连接了。DA1 的水准是有口皆碑的存在，我相信如果说不折腾的话，这一套可以听很久很久都不会过时的。DA1 的声音规模感是非常棒的，比起 GA10 来说，声音框架感要显得硬朗一些、现代一些，这能够让 H1000U 构建出一个宽阔且立体的声场，而且表达的错落有致。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想了，我啥也没有啊，我手头就一个手机，那怎么办呢？对此，我的一个解决方法是配一个小尾巴就行。是的，您没听错，这款耳机的下限之高，刷新了以往我对于 Hi-Fi-Man 耳机的看法。在之前 Hi-Fi-Man 的耳机当中啊，哪怕是入门级的 Edition XS， 用小尾巴推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声音会表现出一种扁平化、缺乏动态的效果。而如果说是 H1000 Unveiled 的话，哪怕一个 WR Ultra 这种小尾巴，也能够将 H1000U 的面貌给展示出来，并且好听。如果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配一条 4.4 平衡线来驱动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注意，这里不是所有的尾巴都可以，我也试过一些市面上的尾巴，反而是 WR Ultra 这么一款不到2000价位的尾巴配上去最为合适。WR Ultra 本身特有的那种清新的声底，能够让 H1000U 的音色具备更多的活力与声音穿透力。这也是无意当中发现了，因为当时样机到了之后就急着听嘛，拆开来直接拿了一个小尾巴就往上面怼了，结果出来的声音，非常非常优秀。聊完 H1000U，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与 H1000 SE 的差异。目前 H1000 SE 与 H1000U 是并行销售的一个状态。在新款上市之后 ，H1000 SE 的价格也降下来不少了。那么这2款产品怎么选？想必大家会有些犯难。简单来说，2款耳机的音色以及对于前端设备的要求都不尽相同。音色层面 ，H1000 SE 拥有更快的速度感、更亮的高频以及似乎更加容易捕捉到的细节。整体是中性的基础上带一点点的冷色调，听起来是一种迅速凌厉、明亮宽广的风格。这种音色对于寻求声音线条感与更多信息量的朋友而言是值得的，而 H1000U 不是 ，H1000U 是更高的声音密度、更好的音乐包围感、中性偏暖的色调，以及更重要的一点，也就是 H1000U 的声音鲜活度。这让 H1000U 的音色表现没有 H1000 SE 那么的极端。就我的听感而言，我认为 H1000U 对于不同音乐题材的兼容性会更加的广。在搭配上 ，H1000 SE 我会推荐大家去搭配小夜曲这么一台解码放映体机，因为 H1000 SE 搭配的不好的话，声音存在一些割裂感，这个前面也讲过，这会让声音显得有一些不够自然。在这种前提下，搭配小夜曲或者说 GA10都是非常不错的组合，而 H1000U 我认为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所以您有个设备就能出好声的那种。就像前面说的，哪怕您的设备是欧若拉、WR Ultra 这种小尾巴，我相信其实我迸发出来的声音框架都足够的完整。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以我个人为例，我的使用场景导致我自己是在通勤路上听音乐的机会更多，
头戴的使用率不高，而且让我老老实实的坐着去听半小时的音乐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打小时候起，一放学我妈就找不到我人了，肯定不知道跑哪玩去了，属于坐不住的那种。再加上这些年来头戴耳机市场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缺乏新鲜感，所以注意力不可避免的在往便携方向转移。而 HiFiMan 这款 H 线 U 是我这些年来听到过的唯一一款让人一听就有一些冲动想要购入的有线头戴大耳。就我个人而言 ，H 线 U 带给我的触动，甚至于要大于大无二代。优良的易推性加上足够好的声音，这或许就是 H1000U 最大的价值所在。好了，本期 H1000U 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我们门店来实际的听一下，感受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小甘，我们下期再见。